我常告诉大家，吃果子要拜树头，饮水要思源。如果你对你自己出生的地方、成长的地方、发展的地方嗤之以鼻，你大可移民。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那么在这一集的单元呢，要跟大家来谈谈在整个 AI 的时代，台湾的新定位。那么在这个礼拜当中啊，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年有50年的庆贺。那我想这一次也是大家成为财讯读者最好的机会。同时也预告财讯双周刊26期，现在优惠价2280元，欢迎大家踊跃订购，也希望大家成为财讯的读者。从520到现在，弥漫着非常多的坏消息的冲刺，包括总统赖清德在520之后呢，宣示两岸互不隶属。那么基本上这个有74%的台湾人呢，大致上都肯定，但是中国已经受不了。那么他展开为期2天的军演。除了军演之外呢，我们也看到立法院在蓝白联手之下呢，出现了国会大乱斗啊，这个是一个多数暴力。那么在很多的议案没有经过充分讨论的情况之下呢，强行过关。那么这个是一个在过去这么多年，从2014年太阳花学运之后呢，大家所看到的一个台湾社会另外一股民间所展开的运动。台湾的民意呢，也在充分显现大家对这一种多数暴力的唾弃。另外一个是对岸要求台湾的艺人要承认我是中国人，那么反对台独，又在两岸统一的立场上呢来宣示。这个是大家可以感受到，在微博上呢，大家要各自表态。我也特别告诉大家，在民主社会呢，你可以有不表态的自由，但是在集权体制呢，没有不表态的自由。如果大家对民主体制不认同，那你去认同集权体制呢，你的事业再怎么辉煌，其实都会有受到非常大的限制。那么今天要从这个角度切入来告诉大家，我们看到有一篇文章，彭博也特别提到，细岛牵动世界，如果没有台湾的晶片呢，就没有辉达，也没有苹果等巨头。这一话其实也值得大家高度的省思，台积电在全球供应链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到今天为止呢，我们来稍微看一下，经过两岸的军演，同时呢，艺人的表态，包括立法院的多数暴力，但是呢，台股这一次啊，到了22000点附近。这个22000点，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台股过去到1万点，我们有30年的时间了，难以逾越。但是呢，这一次到2万点以上，大家看到台股轻骑过关。其实有2大因素值得大家好好来推销。第一个呢，是在2019年以前，台湾人的钱大规模到中国去投资，到中国买土地，到中国去买股票。但是2020年之后呢，众多的从中国资金撤回台湾，那么资金从过去的外流，现在变成回流，而这个回流呢，所对台湾的股市跟房地产造成非常大的推波助澜的效果。这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家所看到台湾的资金的这个钱潮啊，非常的澎湃。那第二个呢，大家回头想，在这一次 AI 的时代呢，它给台湾带来非常正面的加持的力量，这是大家好好值得再三深思的一个未来的发展。好，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去年此时跟今年此时，黄仁勋都在台湾。从黄仁勋去年到台大去演讲，这是台大去年演讲的照片。而前一天啊，黄仁勋到饶河街夜市，他手上提的麻花卷，然后呢，在那边买东西啊。而在5月27号呢，黄仁勋在台大毕业典礼致辞，当天 NVIDIA 的股价呢大涨74.43美元，涨幅呢达到24.3%。从这一天开始 ，NVIDIA 呢，它有如加上涡轮引擎一般呢，一路开始大涨。你知道，在2022年的11月呢 ，NVIDIA 的股价108.13，那么之后呢，从黄仁勋来到台湾之后呢，一路大涨。我们在录影的时候呢，1169.73，这个已经到不得了，它的市值到2兆8千亿以上。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态势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原来市值2660亿啊，现在已经到了2兆8千亿啊，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AI 的时代从黄仁勋去年开始呢，揭示 AI 的时代之后呢，它成为一个宽阔的大道。这个宽阔的大道，美国的分析师呢 Hatcher 他提出 AI 话语的概念，5家 AI 的公司，从微软、NVIDIA、AMD、TSMC 到 Alphabet， 这5家公司啊，除了微软以外呢，都有华人血统。陈福阳是新加坡的华侨，但是黄仁勋、张忠谋跟苏之峰啊，都跟台湾有很深的渊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整个 AI 的时代呢，在 NVIDIA 大幅上升之后呢，现在我们看到苏之峰的
崛起，他个人身价暴涨。而 AMD 的股价呢，最惨的时候呢，在2012年的时候就1块8毛一，2016年呢跌到剩下1块6毛一，这个时候市值呢都只有26亿左右。当时最惨烈的时候呢 ，AMD 的市值啊只有 Intel 的1%，现在呢 Intel 的市值剩下 AMD 的一半，这个是一个大时代的变化。而 NVIDIA 呢，辉达带动一个 GB200 的新的划时代的革命呢，也带动整个产业。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次的 AI 的浪潮当中呢，从 AI5 开始现在又新诞生一家 Supermicro， 那这是美商超微。梁建后呢，在这个礼拜会得到北科大呢授予他荣誉博士。对未来的发展，大家看到伺服器从散热、水冷、液冷到现在的人形机器人这个题材呢，都高度在股票市场发酵。这个发酵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这一场是一场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它因为对少量多样客制化呢，它对台湾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 NVIDIA 市值大幅上升以后呢，现在它已经追上所有先进国家了，大家可以看到超过了德国股票市场整个总和，所以这个是值得大家特别去留意的。辉达的市值啊，抵得过在香港上市所有中国企业，这个是一个大时代的变化。在摩根大通的 Damon 在讲他说 AI 会像过去的重大发明，就像印刷机、蒸汽机、电力、电脑和互联网一样呢，都有这个时代的一个化革命的贡献。那么我们看到 Apple 现在也在 AI 上面要展现新的力道，这个力道我相信这是一个大家前所未见的一个新的发展的方向。那么你可以看到，连童子贤都讲，他说 AI 的产业呢会再热5年。他说这个能否应验还有一个关键。那么这当中其实跟未来的在半导体的高速运算晶片，这个也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看到，在现在黄仁勋在 AI 晶片的发展，现在辉达在公布的第一季的季报，同时呢，他也宣布分拆一拆10，股价呢更是大幅的上涨。所以这是一个开启 AI 时代的一个新的巨流。这个巨流当中，大家看到台湾的角色。第一个呢，台湾因为 AI 而整个产业呢越来越茁壮。在这一轮的发展，大家可以看到广达的市值呢到1兆1800亿了。这当中因为这一次 GB200 的伺服器呢，鸿海几乎囊括大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鸿海的股价呢，过去从2008年几乎有15年的时间都在100块附近，鸿海现在来到186块左右。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鸿海从3月大涨47%，那么到5月呢又涨了20%，这个连续2个月的大涨，对鸿海的股价跟市值的增长带来非常大的助力。鸿海现在的市值呢2兆5700亿，它已经是奠定台湾第2大的一个宝座了。那第3名我们可以看到，高通股价大幅上涨，它也到2534亿了。高通股价大涨之后呢，它也带动联发科，联发科也跟着不断的崛起。而台股呢，也因为汇成半导体跟这个相关的纳斯达克呢，股价不断的上涨，所以大家要记得，台股有人在讲，台股涨到22000点，到底还能不能追？最大关键是 AI 所带来的新的动能什么时候会衰竭？如果 AI 的浪潮告一段落，那台股台积电的涨势告一段落，台股当然就到一个反转的重要讯号。这当中也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台积电的2位副总侯永清跟张小强特别强调，他说半导体的黄金时刻已经到，2030年呢全球的产值上看1兆美元，这是一个未来新时代。在这一次的在中国施压当中陈木易先生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别为一碗饭屈辱自己，所以这也给五月天成了强烈对照比。我们也看到温升豪在脸书当中他有很坚定的精神支持台湾。那么台湾的力量大家要非常注意，你不会因为支持台湾你的企业你个人的力量会减弱。我们用黄仁勋做一个代表，黄仁勋在这个月的26号呢，他在旧金山运动家队的主场庆贺这个旧金山台湾日他也穿上运动家队的衣服，93号是 NVIDIA 创立的年份，这个时候他去开球。其实黄仁勋念之在之都有台湾。他在矽谷台湾人参会上发表的演说，他说电脑革命就是 AI 的革命，人类在用全新的方式做这些事，台湾就在这个革命的中心点，我们值得为这件事为台湾喝彩。黄仁勋的演讲里面有好几个台湾，他同时提到我是超厉害的台湾大使，因为我知道
历史，也了解台湾在这个产业革命中至关重要的地位。这是黄仁勋心中的台湾意识。所以有人发现辉达的 AI 盛会上也出现了一张台湾的地图，这个背后的用意是非常的用心良苦。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黄仁勋多次强调晶片依赖台湾生产十分安全，所以这个也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当地表上大家都在唱衰台积电的时候呢，张忠谋先生接受 CBS 60分钟 Star 的访问呢，他特别提到这个从战争当中，他说晶片让台湾免于受共军的威胁。那么在这一次520的就职当中大家也看到这个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麦考尔呢，他带团来台湾来支持台湾，我相信这个是挺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这是一场未来值得大家重视的一个整个产业发展的新革命。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台股到哪里，其实大家要盯住台积电的股价，台积电如果它能够不断的往上升，台股其实亦小不易。这是台积电的 ADR 现在160块附近。我们把全世界的半导体的市值大概排行榜看一次， NVIDIA 呢现在2兆8000多亿，TSMC 呢8299，Avago 呢6524，艾斯摩现在到3820亿，那么三星3692亿，第5名了。过去大家看到大家讲到三星的时候都跟台积电是平起平坐，现在三星剩下台积电一半。而在 AMD 的部分呢，现在市值是 Intel 的1倍以上，后面的第7名 Qualcomm， 第8名的德州仪器，第9名让大家会感觉到很意外的美光超过了 Intel，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Intel 现在的市值1307亿，对比之下呢，中芯半导体它已经成为世界第2大的晶圆代工厂，但是呢股价仍然在低档。这也告诉大家在全球竞争当中，这个排行也给大家衍生很多的问题。你知道 Intel 的 CEO 在过去这段时间他花下很多豪语，他曾经讲过2年之内会打败台积电，而且他也告诉他全球50%先进半导体制程应该在美国跟欧洲生产，但是他又把代工的订单给了台积电。 Intel 的股价你看到全世界半导体股都向上，只有它向下，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一轮的跌势其实让大家头皮发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Intel 的 Gil Singer 断的造势不断的幻化，但是呢股价仍然连续的大跌。那这个也是告诉大家，在 AI 的发展的路线上，台湾是 AI 在未来发展整个革命最重要的中心点。黄仁勋不断的强调台湾的重要性，但是台湾有很多人不重视台湾，还拿刀子捅台湾。其实我常讲一句话，台湾是我们生一丝长一丝的地方。我常告诉大家，吃果子要拜树头，饮水要思源。如果你对你自己出生的地方、成长的地方、发展的地方嗤之以鼻，你大可移民如果你不要这个地方，你可以2只脚就离开了。台湾呢，我相信大家一定要感受到一句话，台湾强，你的子子孙孙才能够遨游在世界任何一个角度。大家要非常念之在之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焦点问题。那么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观赏。